门被敲响，神情疲惫的女子打开门，屋外是两个男子，其中瘦弱的男子是除魔师，另外一位胖子是他助手。女人请两人进屋，原来这家女主人近日一见阳光就感觉有人在掐自己脖子，所以才会请来江湖骗子似的马天师。马天师用无根水、柳树叶施法后，勉强使用阴阳眼，一道听水遮阳火，两颗阴谋看阴眼。再看女子是被吓了一跳，只见她身上趴着一名黑色幼童，用手轻挽女子的脖子。眼前这名男子叫马13，是东北马家刘氏不多的出马弟子。之所以起名13，便是因为他出生在殷实阴历，本该是夭折的命运，却被家中长辈改变命格，才勉强活了下来，因此也注定走上出马弟子的道路。说起出马弟子，人们瞬间会想起民间那些打扮奇异、脸上画着奇异妆容、跳着看不懂的舞蹈的神秘人。其实那些都可以算出马弟子，但当年靠着请神上身的除魔手段，使得东北马家的称号声名远扬。但几百年后物是人非，鬼精怪物出现的越来越少，马家也逐渐衰败下去。如今的马13也只能靠着祖上留下的一点除妖手段，赚取一些只够温饱的财物，连开阴阳眼都只能依靠法器。因为马家的传承比较特殊，出马弟子之间传承都是口口相传，但不一定哪个长辈横死道消没留下传承，所以马家的很多除妖手段都不会，连马家扬名的出马仙他也不懂怎么获得。现在的他更像一个阴阳先生一般，马13也只能在祖上先辈留下的笔记中了解到曾经的马家是如何辉煌，那些出马弟子遇到的要挟又是如何怪异，人面蘑菇、黄皮子，还有讨封失败的胡氏。马13也寻找过这些东西，但时代不同，那些妖物也在历史的洪水中消散了。虽然马13想到这些都感到生不逢时，但眼前的怨童已经容不得他多想。这样的怪事之前见了很多，这名孩童的生母便是那名女子，应该是孩子成型之后，这样的孩童有了自己的意识，但女人却把他打掉了，无法出生的怨念形成这种怨童。马13使用法师把怨童和女子分离，然后让两人回避。这样的孩童意识单纯，马13哄了几句。那你告诉叔叔，你刚才为什么缠着那个女的呀？她是我妈妈，只不过她不认识我，我好想妈妈，想和她在一起，便让她入了轮回。之后询问女子是不是曾经堕过胎，女子纠结的神情让他知道了答案，便叹了口气，交代女子以后每逢初一十五和清明的时候多烧点东西就行了。马13交代后便离开了，胖子助手开始收着钱财。虽然已经解决了很多这样的事情，但马13的心情还是受到触动，他不理解那些宛如抛弃亲生孩子的行为。胖子助手看着路上人非常多的人在烧纸，突然十分好奇鬼长什么样子。马13看到好友便想戏说他一番，其实人的身上有3把阳火，火小或者火面雕饰也能看到鬼。马13手印一捏，便降低了胖子的3把阳火。胖子只觉得仿佛感冒了一样，浑身不舒服。再看向路上，那些烧纸的旁边多了很多面色泛白的人，胖子惊呼了一声。那些人便面色不差，眼睛冒着绿光的看着他，像是吃美味的食物时被打扰一番。鬼魂们来到两人身边，马13手拿法印，鬼魂们便追着胖子，胖子被吓得赶紧逃跑。马13也知道是这些鬼魂戏耍他，也默默地看着这场好戏。画面一转，课堂之上，一名学生面色泛白请假离开，旁人数不清这是第几次了，都面色古怪看着他。女学生叫小玉，今日她总是梦到前不久离世的好友蓝山，遇到的怪事越来越频繁。等红绿灯时，身后突然有人推她一把，还好司机及时踩刹车，但她看向人群时，这只诡异的手是消失了一般。夜晚时，更是收到了离世好友的消息，吓得一晚上都休息不好。同事约他游泳，但他到时没有发现同事的身影，刚下水的他便感觉腿上抽筋，仿佛有人拉着自己一般。巧的是，马13和助手也到这里游泳，看到小玉快要溺水，立即下去救援。马13预感不妙，提前开了阴阳眼，在水下，他看到小玉身下有着另外一名颜色泛红的女子在水中拉他。马13立刻意识到这是被鬼所害，法印一捏，道符立即打散了鬼物，但他知道那只厉鬼只是逃走了。小玉被救上岸后，几人开始交谈。马13阐明自己出马弟子的身份后，小玉便说起自己身上发生了怪事。原来上周小玉和闺蜜蓝山去旅游时，小玉看闺蜜身上的护身符十分好看，便想借来戴几天。蓝山架不住好友苦苦请求，便同意了。两人还在打闹的时候，因为司机的失误发生车祸，医生很快就来了。地上的蓝山已经失去了气息，而小玉还留着气息，一旁的护身符上面已经出现了裂开。马13已经猜到了事情的前因后果，这次死劫本应该是小玉的，但因为护身符，蓝山替他挡了灾难。本就是横死之人，加上蓝山的怨恨十分大，
所以蓝山死后才不会入轮回，而是一直缠着小玉。今天是头七，若蓝山还不入轮回，那他便成了真正的厉鬼，会一直缠着小玉。上次意外死亡的人本来应该是你，可是你却佩戴了他的护身符，护身符一符护一体，所以你躲过一劫，而他却死了。横死之人本来就心存怨气，更何况不是他的寿终结束，而今天是他的头七。如果他今天不走，那他将永远无法轮回，会变成厉鬼，生生世世缠在你的身边，直到你死。小玉听到后吓得手脚发凉。马13看着憔悴的小玉，决定碰一碰这厉鬼。白天的时候，蓝山的鬼魂还有所收敛，到了晚上，厉鬼的身影便时常出现在小玉和胖子的身边。就算提前准备好了一些童子尿和黑狗血，也只能暂时吓退厉鬼。两人正和厉鬼进行追逐的时候，马13已经在另一处准备好了香案道符。两人将厉鬼引到这儿后，蓝山的厉鬼虽然感觉马13能伤到自己，但依旧要报复小玉。时间快到了12点，这时的蓝山已经向真正的厉鬼转变。马13看到法力增强的蓝山，心想若再不出手，世上便又多一个厉鬼。手印一捏，利用道符伤到厉鬼，只需再来一下，蓝山的鬼魂便真正魂飞魄散。一旁的小玉想起曾经的好友，如今却因为自己变成厉鬼，便阻止了马13施法，心想若是一命还一命，自己才是对不起蓝山的那个人。蓝山的鬼魂被打伤后，自身也清晰了许多，看到眼前这个闺蜜向自己道歉，心中的怨气也仿佛消散了一般。他没有选择取小玉的性命，自己也去入了轮回。马13看到因为愧疚哭成泪儿的小玉，他感叹道：因果报应。两人看事情得到了解决，便准备回家。在路上的时候，胖子开口叫住了刚路过的两名男子，两人正是胖子的同村好友王大虎和王小虎兄弟俩，打了一声招呼便不自然离开了。马13则是一直盯着两人的背影，直到两人走远，面色才有些改变。胖子说，两人从小不学好偷鸡摸狗，只不过村里的人一直没有计较。马13却说，一个人背着洛阳铲，而且两个人的脖子都戴着摸金符，看样子这是要去倒斗啊！而且刚才我闻到他们两人的身上有一股很严重的湿气，两人印堂发黑，还被湿气包围，看来离死不远。几天后，胖子父母打来电话说村里的人失踪了。听到父母颤抖的声音，胖子顿觉不妙。马13和他一起回到家乡，这才知道失踪的二人正是大虎跟小虎。马13说出两人可能去盗墓，村长也说起村里是有个传说，山上有着一座古代的墓室，只不过村里的人都当成谣言。这时胖子的二姑来了，二姑看起来非常生气，说自家的鸡都被咬死了，看着也不像黄皮子和野狼。马13看到鸡的死状，想起祖上留下的笔记，有些后背发凉，联想山上的墓室，决定晚上一探究竟，希望不是他心中所想那样。夜晚，村子中央两只活鸡被锁在这里，马13一行人在一旁偷偷关注。突然一阵阴风吹过，两个身影一蹦一跳地出现在远方，直到靠近才看清两人模样，正是消失的王家兄弟。马13看着两人拿走活鸡，便向大山跳去。直到白天，马13才说出了一切，看来两人是一道粽子变成了僵尸，是最低级的黑将，惧怕阳光。众人一听是传说中的僵尸，便手脚打颤。马13告诉众人，王家兄弟不可怕，主要是不清楚墓室里的僵尸是什么样，害怕自己道行不够，带着一村人在这里生活，僵尸一日不除，他们便无法生存。马13决定留下对付僵尸，便让村长把东西都准备好。夜上，马13准备好道符香案，远处两只黑僵一蹦一跳，马13让村民准备好道具，很快就制服了僵尸。正当众人松了口气的时候，一声吼声，一身穿着清朝官服的大黑粽子出现了。马13用自己的童子血加上祖上留下的法器定住了僵尸，谁知在胖子身上画上符印，再使用请神的法门，这也是他第一次用，也不知道能请来哪路神仙。随着胖子拿起耙子，看来请来的是猪八戒，然后使用祖上的猪魔剑一招结果了僵尸。故事结束。马家曾经的辉煌谁人不知，一招请神之术便打响了出马弟子的名号，但如今的马13只能靠着祖上留下的道术除妖，让人唏嘘不已。好了，今天的解说就到这里，喜欢的朋友可以点点关注，我们下次再见。